欢迎来到Mulholland Drive。坐落于城市之上，这座占地约3.5英亩的庄园，重新定义了洛杉矶对于空间的想象。从私家的练习果岭到一座全尺寸的网球场，户外空间层层展开，节奏分明，而室内则在精致与松弛之间取得了难得的平衡。今天，跟着我们的镜头，和大家来完整开箱这栋极具代表性的豪宅。大家好，今天跟着我们的镜头来到了，还算是洛杉矶市，应该是 OK。它就在Mulholland Drive 的下面分支，一条小分支下来有几个房子，3个好像就3套。对，所以Mulholland Drive 大家看过以前那个老的电视剧，对不对？应该对这个街还是蛮有名的，很多明星也都住在这条街上。下来3栋房子，其中一个，这个房子就不一样了，它有自己的一个私人的铁门，包括前面还有一个小的岗楼嘛，这算是小岗楼是吗？对不对？就是你要证明你要住在这儿，你也自己请保安的。对 ，OK， 就保安负责谁进谁出，访客登记做这个的。摄像头所有东西都连上去。就这个房屋，你别看它有将近3.5英亩的占地，就每个角落都有摄像头，几乎是。还是挺注重安全的。铁门打开，这个前院让我们感觉就不太一样了，纵深很棒啊，就站在你那个位置，离着远远的才能看到房屋主体，设计非常好。是他把这个前院其实用相对比较低的成本，但是做的已经相当不错了。做小隔离，你看周围的树，松树、意大利松，包括这些植物做了一个围绕，而且它的占地呢，因为有坡地在，但它坡地呢也利用的很好。一会儿我们到后院的时候给大家看它坡地怎么利用的。往这边走过来呢，你看它做了一个不太传统的这种掉头的车道，大家能看出来吗？其实中间也是个掉头的位置，小长椭圆形是吗？但是你自己家回家，你想走哪边都可以了。那正常来讲，你就从右边那么走，左边那边过去，两边的绿地、真草都留好了，也没有马虎。往后面走，还有车库的位置，全部都有。再过来到这边，前院网球场给到你，非常棒。这还挺不一样的，是不是？因为他把房子做到后面，实际上前院空间相对比较平整。那做了一个南北向的网球场，也无可厚非，挺标准的。对，而且是山谷网球场，透过这些铁丝网看到山谷远处的城市的夜景的景色，晚上的灯全部都能打开，在这边打个网球是一天任何时间段都可以的。而且它还做陷下去了一点，对吧？也是往地下做了一点，没有说跟上面地表找平，挺棒。更多的层次感出来，和车道呢有一个区分。车道两侧2个方向实际上都是有这个防滑带或者是这种人工的假草做了一些过渡。那往这边再走过来，中间呢2个车道之间这个点就很好，你看用的这种砂石啊，简单的这些耐旱的植物，2棵3棵树，大的石块，以及很多的小的凸泉的水井，把2个车道很好的分割开了，也做了很好的点缀功能。这个就比很多你知道进来前院省事的，就一个小的中型环岛，然后全秃的一棵大树，围一点石头，这就感觉好多了。你看，随着我们说来走着走着就到房子了。从这个视频镜头里面，大家是不是感觉这是不是就是个1层的房子？实际上也对也不对，它几乎都是1层，将近13000尺，将近都是1层。但它有一些2层的空间，一会儿我们进去给大家展示。对，镜头再往前走，可以看到这个房子表面很多黑色的这个涂漆，大家觉得会不会有一些重啊不讨喜？但实际上它把这些颜色也延伸到一些室内的空间。是的，我们进去可以看到。那么这边的房屋的正门就在这边。它建筑呢实际上是个老建筑，是吗？90年代的建筑，然后把它重新翻新的，25年翻新完成上市了。OK， 正门在这边，左右两边可以看到黑色车库都是这种单门，但实际上是室内双车库的车。里面可以停2辆车，也就是一共可以停4辆车吧，没有任何问题。在两边
也是挺好的，挺舒服的，摆在两边也是对称的设计。那正门这边可以看到外面的墙体内铺了很多大量的石块作为点缀，地面白色的地砖，2阶台阶上来呢，就到了我们入室的正门了。我们一起进去给大家看一下室内。来到室内，和大家分享这栋房子的一些详细的情况。可以看到室内，首先景色已经非常好了，它很多没开的门就是储物间，他们家储物间搞得，你知道，让我觉得就挺极致的了，你可以说是。储物间是有点极限，没必要。对，我觉得有点儿。来，先过来吧。这个是房屋，等于是大家想是一个平铺开的一个格局。我的左右两边实际上都有2个主要的通道，通往房屋完全不同功能的2个方向。进来玄关的位置已经很漂亮了，上面的挂灯，整个的墙体全部都刷的Moreno plaster， 也是非常漂亮的。往前面过来2步是客厅，远出去的景观已经延伸到这边了。去那边之前先跟我们转一点过来，往这边走2步先。全屋铺的都是 White Oak 的木地板，直接铺过去。走廊的尽头挂了一幅非常大的画，非常好。其实右转过去有一个通道，那边还有更多的功能房间，一会儿我们绕过去介绍。但是在这个地儿，它是一个电影院。OK， 这房子有2个电影院吗？可以算是2个吧，一个半，勉勉强强。但这是一个正式的电影院，里面的风格也不错，包括它这个我们自己很喜欢的这个小台子，是对不对？专门吃点什么自热锅、火锅都是可以。火锅，电影院吃火锅也让我给带起来了，而且它里面还有自己的卫生间的。对，对不对？对，然后自己的吧台，整个的痛也非常不错，都是刷的黑色的漆。然后你看室内的很多墙上的一些墙上的挂灯选的也很漂亮。这边有一个小门洞跟我们穿过来。其实身后是厨房的空间了，但来到这边还是我们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个主要的第1会客厅吧。OK， 拉门全部推开，4扇大拉门全部收到墙内的趴盖垛。已经面对非常难得的景观了。这个房子我感觉是在咱们看过的，就是 The Valley 这边的房子，景观展的最开的一栋，因为它高，左右视野完全没有遮挡。后面等于说是一个扇形的结构，对吧？对，所以是越往后走，你视野越开放的感觉。包括咱们之前拍过的4000万的 Encino 那个房子就在下面，当时拍那个房子就觉得已经很高了，但没想到这个房子更高，景观更好。那主客厅这边可以看见非常舒适的一个居坐的空间，尺寸也不错。上面一个非常漂亮的现代挂灯，以及后面全部打好的柜子，石料铺的墙板，下面放了一个 fireplace， 以及一个，哇，这多少寸都不知道105吗？一个超大的电视，现在都看不出来，都是太大，一个比一个大，反正没错。这个坐的空间，我觉得一进来作为一进门的会客是不错的，而且你看这景观没话说你就坐在这边一天都是很舒服的。刚才赵师来了，是不是往这边一坐，有点不想起来了？有一点，是不是？有一点。我们过来可以看到，这是刚才我过来的门洞这边，实际上也是穿的，但实际上那边的空间我们过去。你后边这个也挺好玩对，你看像什么？这叫什么？冒号，是不是？做了2个灯，然后这边你看还有一个小吧台，这房子好多能叫吧台小水池的地方其实很多。他们家五金也挺好看的。五金也选那种 brass 的黄铜的这种感觉。你看这边呢是拿的，就是一个塔什马哈的一个石墩子的感觉。你看下面侧面也都是塔什马哈的材料做出来的一个小的 countertop， 等于就是一个早餐厅、早餐桌。OK， 相当于这么一个使用的方式呢。那后面呢，你看跟的就是咖啡机 microwave。对不对？包括这边储物的柜子收纳全部都给你准备好了。往这边呢，就到了它的明火灶台的空间了。这要是从这边过来2步呢，可以看到也全部都是用塔什马哈的石料做了包裹。这边也是 waterfall 的设计，里面的收纳空间，60寸的 cooktop、pot filler 以及上面包起来的这个 hood 全部都给到你了。这个都是我们一直觉得很好。有一点，它小吗？你觉得？不能说小这个一点也不小，但是你要说浅，可能稍微浅了一点，是不是？咱们传统中都是要比它多出来一点会更好，但已经是完全非常到位了。你看它后面的这个怎么说 countertop， 它也是做这个 backsplash 到了一半的位置了，它依然保留了后面的这个 plaster。他们家石料没有再客气的，没有人造石料也没有那种塑料印出来看起来像石料的，是不是 ？Nice。厨房。同样也有拉门，趴盖垛，面对的也是一模一样的景观给到你。他这个房子是把景观玩得明明白白的，对，因为房子推得很靠后，所以觉得你离景观更近。非常大的一个挖下去的一体式的一个大的洗手盆放在这边，不是洗手盆，洗手槽了。
五金件，像教授说的嘛，依然也选得很漂亮，手感很好，哎，握持感很好。那边呢也是吧台的座位，就可以坐在那边的。然后这边 built-in 的冰箱、冻箱 ，Sub-Zero 的品牌，没有任何的毛病。然后这边也有更多的收纳储物空间，洗碗机呢也都放在了下面，全部都给你准备好。没话说，我觉得这个厨房横向铺开是很多这种一层房子必然的一个结果，对不对？我们再往这边走过来，到了这个角落，依然是一个拉门，拉开以后，哎，还是很好的景观。就是你这个房子从正门进去，你只要看到向后的方向或者向侧面的方向全是景观，对不对？包括你看这边啊，没话说啊，每一侧的景观都非常好。所以说他才把那个网球场放到前面，对吧？对，不要挡着你的景观，我觉得这是非常明智的。如果大家想这个房子要放在前面盖的话，它得不到前面的所有这些东西，而且景观也会被影响。是，所以你拿到一块地，你怎么去放这个房子还是很有考究的。那话说间到了正餐厅的位置了，轻轻松松放了一个8人餐桌，挂灯也选的稍微有一点复古的味道，所有的屋顶也都是刷的 plaster， 依然是这种大的这种 picture window， 可以从每一扇 window 出去都能看到很好的景观。往回来绕一步走过来，可以看到从餐厅啊，厨房穿到餐厅的这个过道的拱门啊，它也是做了一个拱门的设计。小块的长的砖啪啪啪啪啪这么铺过来了，不容易，这一块一块切上去。哎，做的也稍微柔美。他们家用了很多弧形的门啊、框啊、过道的位置，对，就是可能为了让整体的这个感觉线条更加柔软一些，是做的还是挺有想法的啊。左边是个通道储物间，主要是个 pantry， 然后是它第二厨房。一会儿我们从这边走，给大家详细介绍到它侧面的一个空道。这个就是大家一直都比较有争议的东西了，就是这个藏酒啊，这也就是展示功能了，因为长期日照其实都照得着的，真正好的藏酒不会放这边了。2个门，关键是，哎，就是你那边一个，我这边还一个，就是为了拿着方便。但你看，总共也放不了几瓶啊。上面还有空调出口，哎，它还是恒温的，关键是你怎么弄，对不对？你要想多放，就多加点这个片片，多垫点，这也就是一个随喝随拿的一个状态。这2门还有锁，下边还有钥匙。你这个小的细节发现了，我都没看见它锁在下面，对不对？你这，所以它到底是放好酒还是不放好酒？不知道，是展示还是随用随喝？不晓得。OK， 侧面还有一个拉门，出去是它的侧院，侧院很多的东西，一会儿我们出去给大家介绍。到这边又是一个吧台，同样的石料，高吧台、低吧台的设计，后面简单的橱柜收纳空间，下面小的冰箱，包括那个小的洗手池，全部都给你了。侧面还有那个小的门啊，也是能打开，和后院有一个互动的，因为后面是户外厨房。OK， 对，一会儿跟大家讲为什么会这么做啊。简单的摆放过来，再往后面，哎，小的台球厅。台球间，等于说娱乐室了，或者你把它当做再小点的书房 studio 都可以，反正空间给到你了，想怎么用你们决定。要拉门可以去侧院的。往这边，这是它有2个 powder 吧，应该算2个 powder room， 我觉得最好看的是这个，对，是不是？整体空间更好，痛都是一样，都是偏黑偏深色的痛。是，你看它的这个洗手池漂浮的这个台面用的石料，包括洗手池的一体切割的这个洗手盆，都很有讲究。还挺不错的，黑白挺有冲击感。没错，包括你看，这要是镜头反过来一看，就这个房子走到各个空间，你就感觉哇，这么的敞亮，从哪儿看出去都是非常好的景观，而且它保留都是大量的 picture window 给到你了，这是很难得的啊。从这边过去呢，是它的 chef kitchen， 进到这边首先对的是一个 pantry， 对不对？储物间，一个长条放在这边，哎，这是一个正经的厨房，封闭的。哦，对，咱们亚洲人相对会比较喜欢那个门关上，那个门关上嘛。而且关键它东西就是一个 mini 的完整厨房，中间的岛台，侧面留的电源，哎，更多的收纳空间，双开门的2个冰箱、冻箱全部都有，包括这边你看，也是一个60寸的一个 cooktop， 该给都给了，洗碗池、洗碗槽，对不对？包括它那边的叫什么？洗碗机也给到你了，你看，包括这个上面，它依然给你包起来，正儿八经做大事的地儿。这个厨房就是挺好的，位置也相对对房子是比较好，哪儿都能够得到的位置，确实挺不错的。而且后面呢，就是通过去的走道，走道这边呢，就是刚才我们一进门的地方，直接对过来了。这里面东西还挺多的，你看这房子1层多大，
哎，才发现这灯挺漂亮的啊，是不是实无？你看它中间还有一节啊，它反正这个墙上选的灯并不统一，但整体放起来还挺漂亮的。你要说吐槽的地儿有吗？天花板很多冒号。它那个空调出风口做的有点太狂野了啊，是不是？它没有做那个什么它处理吧？它得做的更细一些了。嗯，对。然后这边过道的位置，你看依然都是收纳空间给到你。这个房屋收纳空间将近13000尺，收纳空间不能少嘛。你看，包括这边还有走入式的收纳空间。OK， 这等于是一个 closet 了，就给到你，你就说多少吧，对不对？然后这边呢是一进门，另外一个车库也在这边。啊，所以双车库另外一个从这儿进，两个车库在两个不同的位置，因为那边进去直接去主卧室了。OK， 等于不常开的车或者家里孩子的车可能就停这边来。客人车停这儿。哎，有可能。洗衣房在这边了，洗衣房空间是不错的啊，尺寸也很好，装修也都没问题。2个洗衣机，2个烘干机，空间也不错。这是主要的洗衣房，实际上还有一个简易的洗衣空间，在主卧。身后这边一个 mug room， 正对的是网球场，等于你在这边换鞋、拿球拍去网球，打完以后从这边进出去后院都可以。Okay. 一会儿我们从这边出去，给大家完整的介绍后院。侧面我觉得就是留给服务人员使用的了，一个套间，也有很好的景观，空间不错，自己的衣帽间、卫生间一应俱全，是不是？对。那么从这边出去，给大家看一下它后院的一部分。来，出来给大家介绍它院落的一部分，正好出来正对着就是网球场嘛。OK， 那网球场从这边也有门，能够直接下去，等于你打完球啊、球拍啊、换衣服从这边进出也 OK。所以他在这边做了一个所谓的 mug room 吧，算是对不对？往这边很多的，它该用真草地用真草，该用假草地用假草。你看这边用的是真草，因为网球场的附近嘛，放了一些桌子，你要想休息的话，在这上面坐着看一看景观都可以。房屋整个的护栏全部都是用钢化玻璃做了一个包围，完完整整的包好，更多坐的空间。fireplace， 这房子有多少 fireplace？ 非常多，外边就4、5个吧，我觉得。外面可能就光我记着泳池加上这就3个 fire pit 了吧，可能别的地儿还有。对。然后你再看这边，室外户外的厨房，一个大的 L 型。真家伙，我天。石头呢也没给你省钱。大长排的座椅，你就想嘛，招待你的朋友，你在那边烤个肉，朋友坐一圈，喝个酒，看个景观，白天晚上，这多舒服啊！你挑不出不是吧？我觉得对你的烧烤技术有很大的考量。咱们在这边切一个大的啊，12磅、16磅的 brisket， 好吧，啪啪啪一分盘，几个人在这一吃 barbecue sauce 一炒，面包啪一夹，棒！看着景观完美。来点 hot dog， 来点 chicken wings 啊，所有东西都可以，没有任何问题。这边有更多坐的区域，lounge的空间，因为景观就是已经替这个房屋在阐述自己有多好了。对，你没有任何需要更多的描述了。山下景观这是侧院的景观，这是侧院，没错。夸张。而且屋檐的下面，你看都是黑的不明显，但它已经做好了 built-in 的那个 speaker 了，音响。哦，是吗？所以音乐呢是伴随着你这个房屋的每一个地方，都是无时不刻都在的。你不说我还没看见，都是黑的嘛，对不对？那从这边每一个拉门都可以回到室内的空间，没有任何的问题。上面的屋顶呢有4个、5个、6个这种天窗，大家看没看到？咱们在室内没有看到天窗的空间。那就等于说还有一个，还有一个相对的2楼，看起来感觉像是没有2楼的房。你看这个角度看，哪像有2楼啊？对呀，对不对？一会儿这几个天窗在哪儿？我们到楼上给大家来看，很有意思。这边室外的就餐区正对的是厨房，就是今天我不想在室内吃饭了，直接过来的室外就餐也非常合理。是，当然你买了房子放哪儿你自己决定了。那镜头里教室其实已经能看到，就越走越开阔，越走景观越好。哎，就像画卷一点一点展开。对，对不对？往这边，泳池的区域了，长方形的一个热泡池，里面泡个10个人都轻轻松松。泳池是个异形泳池，简单的入水的这边楼梯，包括那边的巴哈 shelf 全部都有。围着泳池啊，两侧还有在那种地上的那个 fire pit， 所以是一种水火，就你透过水，然后火看着远处的景观，这种感觉非常漂亮。周围的躺椅躺了一圈，泳池的另一侧啊，实际上还别有洞天。一会儿我们过去啊，从那边出去给大家介绍。先跟着我们镜头回到室内，咱得把室内先给大家介绍完。回到室内来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房屋没看完的一半，因为回到正门了嘛，对不对？你看刚才我们是走的正门的右手边，这边全都 cover 了。对。那现在等于是往左，那往左这边可以看到正门，实际上你看它做一些铁的条纹加在中间，还挺漂亮的。
我们一边走啊，一边把房屋的信息给到大家。房屋1765万美金 OK， 不算便宜了，在这个地址，对不对？那整体给你的，大家觉得合适不合适？6个卧室，11个卫生间，室内面积12500平方英尺，占地面积将近3.5平方英亩。便宜呢是不便宜，但我觉得咱们看过很多1700万左右的房子，这个性价比不低哦。对不对？来，继续往这边通道，通道的位置你看也是做了一些椭圆形、拱形的处理。这边是它第2个 powder room， 也是这种黑色的痛的处理，相对跟那个还是蛮不一样的。这个当然稍微小一些，小一丢丢。整个的方向打开方式，这是一个往里延伸的，那是横铺的嘛。对，那过道很长，放一些艺术品，你的展示、喜欢的画卷都可以。而这个房子有很多这种，它通常都应该放在窗户的位置的东西，它挖在这儿了，挖出来一个拱门。你看这边还做了一个点缀灯，灯还很漂亮，挺有意思的。说实话，它舍去了一些室内的空间，来给到走道，让你挖出来一个拱门，让你走道可能显得能稍微的呼吸感更强一些，对不对？要不然太压抑了。有意思。哎，这边这个空间还得进来看一下的。这个等于是它房屋正式的书房，大家一进来就能感觉到整个的色调，对不对？深色系、黑色系、暗色系给的满满的，配了一个非常到位的，有一点 mid-century 感觉的一个木质加一个皮椅的办公的一套书桌。OK， 同样也有拉门，看到的景观也是非常不错的。上面有一点这种深色，里面是黄铜的这个挂灯，整体的布置搭配也是非常不错的。包括小的细节，你看它这边的柜子上面的台面依然用的也是石料， OK， 还挺不错的，是不是？这黑石料啊，很确实还是给的比较到位的。我们继续往这边走，从这个卧室不是书房出来，右手边紧挨着就是另外一个卧室，自己的卫生间、自己的衣帽间，看的是前院摩托扣，我觉得也还挺好的，因为尺寸是不小。OK， 然后过门的门框，这个算是一个隔离吗？有点给我割裂的感觉，你知道吗？因为通常咱们铺这种 plaster 的墙面，很少说过门的门框包石料的，但它依然用的是它是马哈，像不像个画框？哎，但它到底是想框什么，就可能就是家里每一个从这边走的人吧，对不对？我们就这么理解吧，好不好？往这边呢，这有一个 pivot door， 主卧室在1楼。OK， 最后再给大家介绍，因为它有一些格局的连贯的原因嘛，我们最后跟大家一起介绍。但它过道的地方很有意思啊，你看挖出来这些空间跟那个坐的地方一样，还有小的射灯，它等于用墙体的不同的这种凹槽啊，它做出来一些装饰，就等于省着挂画了。本身点个灯就很漂亮。之前我听人跟我讲过，说这种 plaster 实际上本身看它就是艺术品，很多 plaster 墙面不见得需要挂画的。是吧？因为它在灯光的影射上面反射出来不同的这种光影，其实很漂亮的。Okay. 身后左右两边各有2个卧室，尺寸都挺好，都有自己的卫生间，同时也都有自己的衣帽间，2个孩子使用的。主卧室就在这边，往这边车库，刚才教授有说嘛，就是另外2个车的车库从这边进来直接回主卧也很合理。但是它这儿多了一组楼梯。可以上2楼。哎，它竟然有2楼，而且这个楼梯大家看到没有？下面这2阶是石头，上面换着这个木楼梯，让你格局打开。我觉得是多了2块石料没地儿用了。我们上楼看一看。上楼，它所谓的阁楼或者是2楼好了。那边有个空间，最后跟大家介绍。一过来，先转过来是它2楼的一个会客区域。你看，因为它是屋顶的结构，我们可以看到上面都沿着屋顶的形状做了一些改变。对，但它也给你了不错的挑高了，是不是？相当于其实这是个阁楼。然后跟大家有说嘛，就是咱们从后院刚看到的，它天窗在哪儿？在这儿，在这儿。 2个，那边还有一会儿给大家看，它是延伸的，像2个床一样，你感觉没有？就是你人能竖着躺进去的，然后上面是天窗，下边还有垫子。哎，你要站着这个角度看，你还能看到远处一点景观，挺有意思的。这边有一个 fireplace 给你摆到好了，2楼有这么一个空间也挺不错的。沿着这个弧形的楼梯的扶手这边，你可以看到放了一些简单的 staging 啊。最后你喜欢放什么自己决定。这个灯还是很漂亮的，像一片一片荷叶一样，慢慢的放下来。是。然后往这边又看到了
跟咱们1楼的过道一样，挖出来一个空间。哼，那它这个地儿没放灯了，因为可能这边有人活动，这真的就是希望有人在这边坐的一个空间了，对不对？往这边，另外一个半位在这儿，11个卫生间，你想它卧室总共就6个，它有多少个半位啊？对不对？这是其中一个半位。我天，就在卧室外边。没错，后面就是一个套间，有自己的卫生间、自己的衣帽间，全部都有。而且它有的卫生间的那个门，你有没有看到是拱形的，就是淋浴房。还切着个不同的形状，这是多么强调别进我的卧室里边上厕所，你在外面就是有公共空间就用公共空间的，你别用我屋里那个，对不对？然后那2楼卧室依然能看出去很好的景观，因为它的 elevation 更高了嘛，对不对？然后从楼梯呢这边上来，刚才没给大家看的一个空间，走到过来 man cave， 或者是你愿意把它就当成第2个电影院也不是不可以了。是。过来以后，整个的颜色会更加的暗一些，跟楼下电影院比较相似。哎，这边还有2个，对，这个真的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设计，没在别的地儿见过这样的天窗，而且还能让你这么坐着，算是天窗和飘窗的一个结合体了。然后这第几个吧台了？我记忆里边第3个、第4个。对呀，你看依然用的非常漂亮的天然石料的设计，小的射灯局部的提亮打亮。后面的镜子呢也是有背景的 LED 灯，做了一个微光的提亮，感觉镜子上漂浮一样的感觉。这个吧台我怎么觉得比楼下那个还好？高，挑高高一点是吧？它颜色搭配我觉得会更饱满一些，像小黑天鹅那种感觉。所以这个地儿做 man cave 还是挺合适的，而且没有完这个房子。有些房子其实咱们看很多房子都有这种空间嘛，是不能展示的。那这个房子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很多这种房子实际上都有暗门，对不对？你看这个门，真正严丝合缝的时候，你感觉不太出来，是看不出来的哈。对，但是你推开了以后，长长的走道，后面还有更多的额外的空间给到你，还是挺有意思的。等于是当一个更多的储物间，是或者以后再开发都是可以的。那么整个2楼为大家介绍完了。跟着我们下去看它的主卧室。来，我们下来直接从楼梯对着进到主卧室，可以看到也是用的一个 pivot door， 稍微有点仪式感嘛。进来主卧室的空间非常好，一度让我很 confused， 就是那个镜子，我觉得那还有一个门能进去，像一个门，是不是？2张床，是这种感觉。那一过来就是床的空间啊，其实尺寸是不错的，层高也是很好。前面实际上就有一个小的坐的空间了，这边一个 fireplace， 也是用的这种弧形的石头做的一个标边，还挺漂亮。哎，这石头不就是楼上吧台那个石头吗？是不是？回收了是吗？对对对。主卧室自己的拉门，3扇拉开，同样给你的是看到后院的景观以及远处山谷，整个 San Fernando Valley 的景观都在你的眼前。往这边再走2步过来，它这个挺不一样的，就是它把床是靠外放的，对，然后它的主卧室的坐的空间、放松空间是放里的，是，它可能就是希望你真的是花更多的时间在这边放松，通过它预留的 picture window 去看更好的景观。你需要电视的话，那边有电视了，那这边可以做一个升降的电视的空间也留给你了，对不对？小的吧台，这个就真的就是晚上你和你的爱人可以踏踏实实、舒舒服服的在这边坐一坐。是。如果你到这个阶层还有陪伴你的爱人的话，那你真的是人生赢家，人生赢家，对不对？我们不以财富衡量人生的成败与否，对不对？要看幸福程度。对，又上高度了。来，这个我就一直觉得后面会不会有暗门，你知道吗？然后过来捅了好几下，跟大家负责任的说没有。然后这个灯带两边一留，但这个作为照全身镜，就出门前，因为旁边就是衣帽间了。出门前整整衣服效果很好啊。非常好，是不是？你看，老公在床上躺着，你再出来，躺在这侧面一躺，一看，看着我的fine lady， 是不是？对呀，床头灯这个感觉就是挤过了一下的，也很漂亮。换衣服老在衣帽间里藏着不是事儿。身后就是衣帽间，结构原因，看衣帽间之前呢，先来左边，先路过的是它卫生间。卫生间开门进来，空间首先是不错，尺寸不错的，挺有意思是这个。开始以为只是装饰，后来看它中间的这个水管呢是开关在这儿 ，OK， 然后还拿了一个小的氛围灯照着它，挺好玩。
我在想这个东西会常开吗？看起来得多吵吧？是不是？可能睡觉的那个方向还好。关键是它专门为这个东西还往里面挖了一点儿，你知道吗？水管、电路全部都要给齐，对呀，对不对？然后这边来过来，马桶空间 water closet 有2个，互相不打架。那中间的一个非常大的shower空间，两边各有一组花洒。他们家这个水龙头主卧室的，你有看到哈？就是拧的阀门。反正这种设计吧，我就觉得没有人会同时用这2个花洒，是不是？你看你左右细品各有，顶部的只有一个。对，它不可能同时同时用这2边的花洒。然后还有 steam shower 的功能，对不对？里面也是用的塔什马哈铺的非常好的石料砖料，也是做了这个小拱门的设计。不接话了都。我不接你这话，越接越歪了。那边你没看见那边还有2个吗？握把的，对不对？那到底几个人？来，一个弧形的鸡蛋一样的小浴缸放在这边，也这边呢强调了它水龙头的位置了，特意做了一个石块。OK， 那塔什马哈铺出来了，也挺漂亮的。再往这边 ，picture window 不用说了，看后面很好的景观。洗手台2个洗手槽相对对着放，那化妆台就等于在这儿了，对不对？单独留了一个镜子，非常漂亮的墙上的挂灯，一个大长通镜，略显简单，但是你看它的这个侧面放这个东西，而且你看就是这种像是那个阀门一样的这种五金件，做的还是挺漂亮的，2个是对着放的，还挺不错，有意思，对不对？然后呢，看一下它衣帽间，其实也还挺有东西的。主卧室的衣帽间来和大家来分享。首先，它尺寸非常好，别看它都是深色的空间，你看它所有的挂衣服的这些衣架啊，包括下面的鞋柜，全部都给你准备收纳，准备的非常全。你看，对不对？下面还有 LED 的灯，高处的放包的，全部都有。这个大岛台赶上一般厨房的这个岛台了，真的是不是？非常漂亮的石料，而且2侧都是有柜子。家的这个灯也有很大的考量，星星闪闪的挂在这边，给人感觉非常的不错，很有氛围感的一个那个衣帽间。虽说这个衣帽间可能更偏男性的一些喜好的颜色，女生也喜欢，挺高级的，哎，挺高级，黑金的这种感觉，金刚芭比，金刚芭比是什么鬼？这边也同样都是打好的，包括下面所有你需要放一些鞋的位置，就跟咱们进很多商店里面的货架的感觉似的，有一点哈，是不是？这边有一个门去侧院的，一会儿给大家出去看。身后还有更多的空间，你就说你的衣服、裙子、jacket， 你就两边一挂嘛，对不对？多少衣服都放得下了。我觉得这个尺寸的衣帽间算很有诚意的。走个小 T 台都可以。尽头还有一个洗衣机、烘干机呢。对。然后旁边还有一个除异味的一个机器，很实用，对不对？打球的朋友啊，运动的朋友啊，为什么会在这儿放呢？因为从这边开门啊，出去还有设施。来，出来给大家看它的侧院。为什么有一半的院子要在这时候介绍呢？就是因为它，主卧室衣帽间，你看它有一个洗衣机、烘干机嘛，又和主卧室相连的一个侧门。为什么在这儿有一个侧门呢？因为旁边这边有很多功能哈，还有一个半卫在哪儿？在这儿。OK， 还有一个卫生间啊，不是半卫啊，对不对？为什么？你看旁边这是一个热桑拿，这不就是小集装箱吗？20尺柜，对呀，10尺柜，里面还有做那个氛围灯、LED 灯呢。这个小的热桑拿做的其实挺不错的，是。它里面木头都切的弧形的，比咱们看的很多室内其实都讲究呢。这还有个花洒哈，哎，外面还有一个淋浴的地儿。这几个椅子实际上只是放在这儿而已了，那真正用的时候在这边淋浴用嘛？为什么呢？这还有一个小健身房。OK， 你真的日常使用中实际上是把拉门拉开的，它这还挺有意思的，够用。这样相对的稍微保护一下你的这个设施，是对不对？要不然你全都裸露出来了，那没几天就完蛋了，对不对？侧面就是门，直接可以去前院。你维护人员，泳池的维护人员一般就是从这边过了 ，service 通道也都很宽，它留了很多这些空地啊，干什么呢？暂时没有想法。暂时没有想法。其实它下面留了很多空地，我们知道它是干什么的。哥们从这边走过来，侧面啊有一个小通道，可以走下去，就比较小的那个高尔夫车可以直接下去，可以从这边开下去，因为下面其实
还挺大的，是不是？对，下面空间是不小的。但是我们从这边下去之前呢，我们先往这边走，等于到房屋的侧面，从这边走回来呢，就是它泳池的方向空间了，对不对？这边是主卧室的窗户嘛，哎，来这边就回到泳池了。泳池的另一侧，从这个角度能看到这个房子，哎，依然也是非常漂亮。是。那在这里，我们要先感谢一下经纪人啊 ，Greg， 其实他已经给我们提供非常多的很多好的房源了。在这里面，这种非常特别的房子，在 Mulholland Drive、Famous Mulholland Drive 上的房子呢，也今天通过他才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对不对？希望大家多点赞关注，对我们才能给大家带来更多有意思的房源。对，刚才有说高尔夫卡从侧面能开下去吗？那这边也是围起来的。哎，为什么这儿有一个开口呢？这个 building safety 允许的吗？按道理是不允许的。不深究这个事情啊，不要深究了，不深究这个事情，但是好玩。这边有楼梯可以下去，他让你玩什么的，对不对？哎呀，玩这个的。这要是你说我老让你说，哎，咱走打高尔夫球去，你给我打2次，你越打越上瘾。你说你就是不去，为什么我敢做这个动作啊？因为它下面啊，整个的这个院子全部都是你们家的。很多豪宅的斜坡后院无法充分被利用，但这栋房子，设计师巧妙地利用地形，打造了多个挥杆点，无论从什么角度，都能提供多样的练习空间。下方还有多个小果岭，让每一杆都精准可控。整体的空间和氛围，宛如一处山坡上的竞技高尔夫球天地。怎么样？这个高尔夫球场可以吧？几乎可以满足日常想解个闷儿、解个馋，简单的练一练挥杆啊，或者是果岭的这个 putting 都是可以的，是不是？而且你看，哎，从这么高远的位置打下来啊，蛮有意思的。而且它下面的院子不光是高尔夫球场，侧面还一个 vineyard，你有看到吗？是真的是葡萄，是酒藤啊，是不是酒藤就是葡萄藤啊？那边还有一个小的露台桌子，在那边简单一个野炊的感觉，是不是？而且再往这边还有一个小的休息的小凉亭，就是你打球肚子里累了不想上去歇着，底下还有一个乘凉可以坐的地儿。关键是都是你的，哎，没错，都是你的，将近3.5平方英亩啊，周围的这些树给你围好了，只要你别在这儿大力出奇迹，你打高尔夫球也是影响不到周围的植物。是。那么今天这栋我觉得是在我们频道里也算出现过非常有意思、很有特点的房子呢，和大家也就分享完了。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